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5分钟中文。5分钟中文是一个每周末更新的中文播客，用地道的中文跟大家聊学习和生活中有意思的事儿。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听5分钟中文。我觉得 YouTube 的好处之一就是你可以一边看字幕一边听，这样如果有不懂的地方，你可以及时看字幕的翻译，很方便。欢迎大家去 YouTube 上观看和收听。那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？我觉得这几年做播客以来，每次到感恩节这个周末，都会跟大家聊黑色星期五 （Black Friday），还有 Thanksgiving 感恩节相关的话题。之前的节目中也跟大家聊过，比如中国人过不过感恩节，美国人在感恩节的时候都吃什么。其实我觉得，不管是感恩节还是圣诞节，这样大的节日，大家一般都会放假。在这个时候，就像中国的春节一样，大家会从各地上学的或者是工作的地方回到家，然后跟家人和朋友一起过节。这个其实我觉得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，都是差不多的。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特殊的群体，那就是中国的留学生。中国的留学生一般在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时候，也都会有一个差不多1星期的长假。但是虽然一个星期不算短，拿来回中国的话，时间还是蛮紧的，因为很多地方要倒机，而且还有时差，觉得时差还没有倒过来，就又要回去上学或者工作了。所以我当时留学的时候，身边的中国留学生基本不会回国。那如果不回国的话呢，可能会有几种过节的方式。第一种就是跟美国同学去他们的家里过节。我当时也有跟美国同学去他的家，跟他的大家族一起来过感恩节，是一种特别温馨、特别美好的经历。那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不回国的留学生们，大家一起聚会、聚餐，每个人做一个菜，或者大家一起吃火锅，然后一起玩儿、看电视、打游戏、聊天儿什么的，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过节的方式。第三个就是旅游。因为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是没有家的，所以他们是无家可归的人。他们的旅游，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开长途车，都不是为了回家跟家人团圆，而是要旅游。在这个时间旅游有好也有不好。好的一点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回家过节了，很多地方反而人少了，玩儿起来可能更舒服。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因为圣诞节和感恩节是一个全国性的假期，比如圣诞节当天，很多地方是不开门的。我记得有一年，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开车，但是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一天什么地方都不开门，不管是饭店还是超市，
便利店，所以我们为了找吃的就找了半天，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因为大家都在家过节。不过想想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体验，或者说是特别的经历吧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异国他乡度过节日呢？当时是怎么过的呢？欢迎您来信或者留言告诉我。如果您喜欢5分钟中文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转发，让这个节目能帮更多的人开心的学习中文。那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